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这期视频我们还是一行一行代码的来写一个 EA 黄金蜘蛛网 EA。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网格啊，很多人很喜欢的啊，就不用去猜方向啊，只想每天赚个猪脚饭的啊，应该会很感兴趣啊。当然，这种策略它怎么说呢？有得必有失吧啊，它的风险也有啊，而且也很大啊。那么只不过今天的这个网格呢，它的加仓就是这类似于这一块的这种加仓啊，它其实很少啊，基本上赚的就是一个单笔交易的一个微薄利润啊。其实你看这个订单的这个注释也可以看出来，它下的基本上都是牡丹啊，也就是第一次的仓位啊，加仓真的很少啊。那么很多牡丹都是直接止损出场啊。好，那么不啰嗦啊，我们今天尽量搞快一点啊。最近也挺忙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内部课程要更新一个新章节啊，就是将这个机构级的风险管理啊融入到我们的交易流程中啊，所以各种公式看的我也是头晕眼花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也是换脑子啊，所以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还请多多点赞收藏啊，也可以跟着视频一起把这个代码写一下啊。哦，对了，我们有一个公开的网盘啊，里面放了一些公开的可分享的 EA 可执行文件啊，你想要进行回测的都可以去下载啊。里面分享了各种类型的策略啊，以及一些工具资料啊。不过今天这个 EA 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因为都有源码啊，待会儿都会展示。而且今天我会讲的比较快啊，我感觉一个视频应该就可以讲完啊。那代码也不是很多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感兴趣的话，建议就是自己动手去写一下啊。你看再多遍，不如自己去动手试一遍啊。好，这个策略它的逻辑其实也不复杂。那么首先大方向来说，它就是一个判断。首先大方向上来说，它就是判断方向啊，用这个 EMA 21和 EMA 34啊，两条均线多头排列就是做多，空头排列就是做空啊，非常的简单啊。那么缠在一起呢，就是不做行情啊。然后就是小级别的去开牡丹啊，那么一旦方向明确之后，而且当天没有仓位，那么就直接顺着这个趋势，大趋势打一笔单进去啊。那么这笔单如果没有，这笔单它就是没有明确的止盈价位啊，它就是靠这个，大家看这里不断跳动的这个红色的线，靠这种移动止损来进行出场啊。每只行情走对了，就一路跟着锁利润；走不动的话，那么就直接被回调打掉啊，就很简单啊。那如果行情走反了怎么办呢？它按照网格的特性呢，它就是要加仓啊，但是它这里的特性就是先不加仓啊，它是等待啊，就等这个亏损亏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会在更远的位置挂一个 stop 单啊 ，stop 单。注意这里很关键啊，它不是说直接抄底，它是需要等待这个反弹确认再进场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要挂这个 stop 单啊，挂这种突破单啊，就是等这个价格跌完开始反弹的时候，它再进场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多网格它是跌了就买啊，那么它这个网格它是跌了先看啊，先等待，那么等这个行情真的反弹了，它再去加仓啊。那么最后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最开始的这个牡丹啊，最开始的这个牡丹它没了，它出场了，那么这一轮也就结束了啊。好，那么具体的大家看代码的吧啊，以代码为准啊，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啊，节约时间啊。好，那么就直接开始吧。好，大家看我鼠标的位置啊，我们写代码的话，它肯定要有个工具啊，而这个 MT 平台呢，它很好的集成了这种 IDE 啊，就是在这个 MT5 菜单栏上，我们左上角点击这个 IDE 图标啊，那么点击之后，它会打开这个 MetaEdit 这个编辑器，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新，或者说你点击这里的文件，然后再点击这个新文件啊，下一页，然后我们给这个 EA 取一个名字，我们这个 EA 就取名叫黄金蜘蛛网 EA。名字随便啊，好，这个去掉啊，我喜欢界面足够的简洁啊。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写我们的 EA 代码了。这里我把我们这个一些版权信息写在这里啊，包括一些声明，他们对于代码对于策略的执行逻辑没有必要的作用啊，没有必要的联系啊，你们可以不写。好，接下来这一大块呢都是参数的一个声明啊，包括全局变量的一个声明啊。所以今天我会讲的比较的快啊，那么如果有不理解的，大家暂停多看几遍啊。那么首先这里就是引入我们的做交易的一个库啊 ，MT5 的话它帮我们封装了很多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做交易的啊。然后这里的话是我们的
EA 判断新 K 的一个时间周期啊，它默认跟随你的挂单周期啊。然后再接下来，这是每笔订单的一个手数啊，它是用来控制每次开仓的大小。啊，这里是 Magic， 也就是我们的魔术号啊，那么也是 EA 订单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身份证，防止与其他 EA 进行混淆啊。然后再接下来是一个最大的允许滑点数啊。然后这里是每一层的叠加挂单之间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间距啊。然后这一块的话是触发叠加的一个最低的一个亏损门槛啊，就是如果你亏的不够这个点数的话，那么我们是不会触发叠加的啊。然后这里是叠加触发的一个额外缓冲啊，它与上面这个值相加才是真正的一个触发距离啊。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止盈偏离参考价位的一个距离，就是防止这个止盈卡在比如说一些价位上，一些整数价位上，导致无法成交啊。然后这里是牡丹追踪止损的一个跟随距离啊，就是盈利后你的止损线会一直跟着这个价格移动啊，它最终的表现形式其实是跟随最高价来进行移动啊，因为我们只要触发了这个移动止损之后，我们是不会把这个止损往下调的啊，也就这个止损只会越来越高啊，所以本质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跟随最高价的一种方式啊。而这里的这个时间周期，它是用来判断趋势的，它和我们刚才这里的这个 trade time frame 是不一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些所有的变量，包括全局变量，包括这里的外部输入参数，大家最好都是结合我们待会儿要写的函数中去理解啊。所以我这里先大概说一下。然后这里这个6呢，它就是一个冷却的一个机制啊，就是当我们的牡丹关闭后，我们需要等待多少根 K 线后才能重新进行开仓啊，这是个冷却机制啊。这块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一些全局变量，我们待会儿在函数中去理解啊。这是一个我们的指标巨品啊。这里就是缓存我们当前的一个趋势方向啊，因为这个趋势的话，它没有必要说每一根 K 线每个 take 价格都去判断啊，所以我们这里在全局变量上进行一个缓存。好，再接下来是我们的 on-in-late 方法，也就是 EA 初始化方法啊。那么它这个函数呢，它只会在 EA 挂上图表的一瞬间去执行一次啊，相当于是一个开机自检啊。那么它只做以下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创建2条均线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巨饼啊，方便我们后续获取均线的一个值啊。然后还有就是去记录当前品种的一个小数位数啊，你是5位数报价还是4位数报价啊？然后去调整我们这个 my point 的一个大小啊，就是总的目的就是让后续所有涉及到点的计算都不会出错。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绑定魔术号以及滑点一个设定啊，就是告诉我们的交易对象啊，后续所有的下单动作都自动的去绑定这些参数啊，就不用每次都去填了啊。好，那么如果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返回这个 success， 返回成功啊，让 EA 成功的去加载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指标巨饼创建失败了，我们就会返回这个 failed 啊，就代表我们的 EA 有错误啊。可能是绝大部分都是参数错误啊，就是你参数设定的有问题，它加载不出来啊，那么它就直接让这个 EA 停止运行啊，就不要带着坏的数据去继续工作啊。好，再接下来是这个 on-delete 方法啊，这是这个函数它是 EA 从这个图表移除或者说我们 MT5 这个关闭的时候，它会自动去执行的一个方法啊，相当于是关机之前的一个收尾工作啊。那么它这里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刚才声明的2个指标巨饼给它释放掉啊，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占用我们的内存啊，是一个好习惯啊，就是你一旦你这个资源开了，你就记得关啊，这样就比较好啊。像这种函数的话，其实对于用户来说它是感知不到的啊，但是我们写代码的话，最好是要有它。好，再接着是我们的 is new bar 方法啊，那么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门卫啊。它专门用来判断当前这根 K 线是不是刚刚新开的啊。那么它的原理呢也是很简单，它就是记住上一次它所看到的这个 K 线的开盘价啊。那么每个 take 到来的时候，就拿当前 K 线的开盘价去比较。那么如果时间发生了变化，就说明出现了新的 K 线啊。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操作，比如说就拿我们这个 EA 来说，比如说你要更新这个趋势方向，你要调整止盈，你要进行每日的清理啊，我们这个EA它还有一个每日清理的工作，就是每天23点要清理掉所有的挂单啊。那么比如说类似的这种工作，
你就没有必要说每一个 tick 都去跑一遍啊，就没有必要啊。那么只需要在每根新 K 去执行一次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幅的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运算嘛，就是让这个 EA 更稳定高效啊。像我们自己写的话，写 EA 的话，这种方式啊，这个方法的话，基本上能加的话我们都会加啊，因为它也会让我们回测的速度变得更快。好，再接着就迎来了我们的重头戏啊，就是 onTicket 的方法啊。那么这是整个 EA 的一个核心的调度中心啊。每当市场的报价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函数都会被 MT5 自动的调用一次啊。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EA 的大脑啊。那么每次循环它都会按照这里面的这个顺序进行检查啊，并且执行所有的一个交易逻辑啊。那么它执行的顺序，首先第一步，这是检查冷却期啊，就是如果你的牡丹刚关闭不久啊，还在这个等待的观察期啊，那么就是直接退出，不进行任何的操作啊，就防止我们的这个牡丹它刚做完交易，刚平仓，立马又重新入场啊，就是防止这个操作。这是第一步啊。那么第二步的话就是只在新 K 才执行的一些逻辑啊，比如说更新它的这个趋势方向，执行每日的一个定时的一个清理，还有动态的去调整各个订单的一个止盈啊，这就是这都是在新 K 时才需要执行的一个逻辑啊。那么第三步就是每个 tick 都需要执行的实时逻辑啊，比如说当天有没有持仓，没有持仓就根据趋势开一笔牡丹还有对牡丹执行这个最终止损，还有就是检查是不是需要新增这个叠加的挂单，包括对新的这个 stop 单重新计算止盈，然后检查订单是否是在止盈处关闭的，如果是的话，我们就需要重新进行补仓，重新进行挂单啊。还有就是检查这个牡丹是否已经关闭，如果关闭的话，我们就清理了所有的挂单，然后再次进入冷静期啊。这就是全部的一个执行逻辑啊。而且这里都是被拆分成解耦到各个函数里面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逐个函数的去理解它的逻辑啊。好，那么第一个外部函数就是我们的这个判断趋势方向啊。这个的话我们最后再讲解啊，就是这个冷静期啊，它没有那么重要啊。首先就是这个趋势方向啊，它就是用来判断我们大方向是涨还是跌的啊。它会读取这两个 EMA 21和34两条均线啊。大家注意看这里的原始代码它是从0开始进行获取的啊，但是其实是无所谓的啊，因为我们是把它放在了什么？把它放在了这个 is new bar 中啊，所以问题不大啊。那么它就是判断逻辑，就是 EMA 21在 EMA 34之上的话，也就是两条均线呈现多头排列，并且都往上走的话，那么就是多头啊；反之的话就是空头啊。那么如果不满足，比如说一些均线交缠的情况啊，那么它就会直接返回0啊，代表当前是没有明确的一个趋势的啊。那么这个值的话，它是会放在一个全局变量中啊，这个我们刚才最上面已经讲到过啊，会放在一个全局变量中。这样它就不需要被每个 tick 来进行逻辑判断了，因为它反映的是大级别下的 K 线的一个趋势啊，它并不会受到每一个价格的波动影响啊，所以这样处理的话，没有任何的毛病啊。好，再接着是两个很简单的函数啊，就是一个工具函数啊，就是从系统里获取我们的 ask 价和 bid 的价格啊，之所以封装成这样的好处就是，如果代码里其他要用这个价格的时候，你直接调用这个两个函数就可以了。这样的写法的话就比较的统一清晰啊，也方便后期的一个维护啊。当然这里更多的是一个个人编程的一个习惯啊。对于策略的逻辑你说有多大的帮助嘛？其实不是很大啊，都不影响啊。你直接在每行代码里实时的去获取也是可以的啊。好，再接下来这个函数的话，它就是检查当前是否有持仓啊。那么它只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 EA 它手上有没有开着的单子啊？它会便利当前所有的持仓，然后看找到这个模式号和品种都匹配的啊。那么只要找到一笔买单或者卖单，那么它就会返回这个 true 啊，就代表有持仓啊。如果一笔都没有，它就会返回 false， 代表当前 EA 下是没有持仓的啊。那么这个函数被 onTick 啊，也是上面那个函数用来决定要不要开第一笔母仓啊。只有手上完全是空仓的情况下，它才会去开第一笔母仓啊。好，再接着这个函数呢，它就是找出最早开仓的那笔母仓啊，也就是它就是在所有的当前持仓里找到开仓时间最早的那笔啊。只要时间是最早的那笔，也就是找到了母仓，也就是整个叠加体系的一个起点啊。那么为什么要找到这个最老的
这笔订单呢，因为在 EA 的逻辑里，这个最老的也就是这个牡丹，它是很特殊的啊，因为它有最终止损，它的关闭会触发整个体系的一个重置啊，所以必须要有的啊。好，再接着是一个类似结构的啊，但是它是用来检查是否有亏损的单子啊。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每日这个清理的工作的时候去做保护啊。比如说每天23点的时候，这个 EA 会尝试清理到所有的挂单，但是如果当前你这个有单子它还正在亏损呢，那说明这个行情还没有走完啊，这时候就不能清理了，因为如果你清理的话，它就发挥不到这个网格的作用了，对不对啊？所以就是一旦这个函数它返回true的话，那么当天的这个清理工作就是直接跳过了，就不会继续进行了。好，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函数呢，它就是我们的开第一笔的一个牡丹啊，它负责在这个空仓的情况下，根据趋势的方向去开第一笔市价单啊，也就是牡丹啊。如果是1的话，它就做多啊；如果不是1的话，那就是做空。然后大家注意啊，这笔订单它开出来的时候，它是没有止盈和止损的，所以大家看到这里都是000啊，因为它止损后面由这个最终止损这个函数去动态的管理啊，而它的止盈呢，那更是不需要，因为它本身就是想拿到这一波趋势啊，所以它会尽可能跟着这个趋势跑得远啊，而不是在一个固定的价位进行出场。然后是我们的牡丹的最终止损函数啊，它就负责管理牡丹的一个止损线啊，就让它随着这个价格往有利方向移动的时候，也去修改它的止损啊。有的叫这个移动止损，有的叫最终止损啊，也有叫最终止盈的啊，都可以啊。那么逻辑就是，如果是买单啊，那么只要当天价格比上一次的止损线高出了指定的一个距离，那么就把止损线往上移啊。那么这种方式就很多人认为可能会锁定更多的利润啊，而且它这个止损线是只可以往上移的啊，不可以往下移啊。那么所以本质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一直会跟着当前行情最高价一个固定与最高价保持固定点数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它只会对牡丹进行执行啊，你叠加进来的其他单子，也就是你的加仓，它都是不会走这个逻辑的啊。加仓的话，他们有自己的止盈设置啊，就不需要使用这个最终止损啊。好，然后再接下来是我们最核心的啊，是一个叠加挂单一个逻辑啊。它也是这个为什么叫蜘蛛网的原因啊。它的逻辑是，如果你的牡丹开仓后，你的行情不但没有朝着有利方向进行，反而走了一段反向的距离啊。比如说超过了这2个参数所叠加出来的一个距离的话啊，那么就会在更远的距离去挂一个 stop 单，然后等待行情反转时去自动触发啊。就是靠这些触发的订单在反弹的时候去收割一部分的利润啊。好，我们接着进行啊，我们讲快一点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挂单啊，就是挂 stop 单啊。它意思这里是做多啊，这里是做空啊。它的意思就是等待价格涨到某个点位，或者价格跌到突破某个点位的时候去自动的买入啊。那么它这里主要做2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根据要挂单的一个价格去找它上方最近的一张持仓的一个开仓价啊，然后以那个价格为参考去减去一个偏移量作为这笔订单的一个止盈啊。那么如果上方没有参考的订单，那么止盈就设置为0啊，就是暂时没有止盈啊。然后但是它后续会动态的去补上啊。总之就是一个挂单的动作啊，挂这个 buy stop 和 sell stop 啊。那么空单与多单基本上就是一个镜像的关系啊。好，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函数呢，它就是检查某个价位是否已经有挂单了啊，就是防止重复挂单的一个工具函数啊。那么我们在挂新的这个 stop 之前呢，都会调用一下这个函数去判断，去确定那个价格是否已经是否已经挂了啊，就避免在同一个价位去重复的挂单啊。这个挂单我们在 onTake 里面有调用。然后再接下来也是2个工具函数啊，一个是获取当前找到当前的一个最高价，一个是找到当前的一个最低价啊，就是用来找当前所有活跃的持仓中开仓价格最高的那个订单和开仓价格最低的那个订单的价格啊。那么为什么要找这2个价格呢？因为叠加挂单的位置是要相对于现有持仓的一个边界来进行确定的啊，所以每次叠加都是向外再扩张一层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啊。好，再接下来也是2个工具函数啊，主要用途就是计算这个止盈的啊。那么 get 这个
get next lower， 它就是找比你传的这个 price 低，但是接近 price 的那个持仓的一个开仓价啊。那么这里的 get next higher 就是找比 price 高，但是最接近 price 的那个持仓的一个开仓价啊。咱们主要用途就是用来计算止盈啊。你比买单的止盈就应该设定在它上方的那笔订单的开仓价稍微下方一点的位置啊，一笔卖单的止盈就应该设定在它下方那笔订单开仓价稍微上方一点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这里的 next lower 和 next higher 就是用来找到上方单的价格和下方单的价格啊，然后再加减一些便宜量去得到叠加单的一个止盈啊。好，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动态的去调整所有持仓的一个止盈啊，它的作用就是让每一层持仓的止盈始终指向正确的价位啊。那么为什么要动态调整啊？因为随着叠加单子一层一层的进来，原来的某笔订单的上方或者下方，它的这个参考价位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的止盈也要跟着进行更新啊。那么这个函数它只会在新 K 出现的时候才会被调用啊，因为它这里的止盈不需要每个 take 都去计算一遍啊。只要是 K 线级别的，就是 is new bar 级别的更新就已经足够它用了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函数呢，就是给刚刚触发的那个 stop 单补算止盈价位的啊，也就是当一张 stop 挂单被行情触发之后，它就变成了真正的这个市价单啊。那么你挂单时计算的止盈是基于当时的价格估算的，而实际触发时的这个市价单可能会稍有不同，特别是你这个滑点比较大或者点差比较大的情况下，价格可能会有所偏差啊，偏差比较多啊。所以这个函数的工作就是扫描刚刚新开的订单，然后重新根据真实的价格算一遍止盈。这里面都是这个逻辑啊，我就不细说了啊。好，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每天的定时任务的一个清理啊，就是每天这个23点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做一次清理任务啊。那么清理的内容就是把当天所有还没有触发的这个 stop 挂单全部删除掉啊，就是给第二天一个干净的开始啊。但是它不是说无条件的去删除挂单啊，只有如果说当前有任何一笔持仓它是处于亏损状态的啊，那么它都不会进行本次的一个清理工作啊。对，就这么个逻辑。好，然后再接下来这一块就是一个补挂的一个逻辑啊，这个补充的补啊，挂单的挂啊，不是那个补挂啊。这是 EA 的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机制啊。那么它逻辑就是，当我们加仓进来的某笔单子，它在止盈价位进行关闭了啊，也就是它赚钱了，它出去了，那么它那个价格层就空出来了。那么为了保证我们这个蜘蛛网，我们这不是一个网吗？为了保证网的完整性啊，那么这个函数会立刻在那个价位重新挂一张 stop 挂单啊。那么等下次行情再来的时候，继续捕捉这种反弹的一个行情啊，就相当于是一个蜘蛛网，它破了啊，但是我们这个 EA 它会自动的去补上啊。这个方法比较长啊，大家注意看啊。好，然后这个 is mother order 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很简单，它就是判断这个订单是不是母单啊，就这么一件事情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判断这个母单是否已经关闭了啊。它如果关闭的话，我们就触发这个重置的流程啊，它会把当前所有的这个 stop 订单都给它删除掉啊，然后记录当前的 K 线数量到这个到这个变量中去啊。那么有了这个变量之后，我们才会触发它的一个冷却机制啊。对，就这么一个作用啊。好，终于要完了啊，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函数了。这就是我们的冷静期的一个检查，就是防止我们母单刚刚平仓之后又立刻重新进场啊，也就是一个冷静期啊，就是强迫 EA 在母单平仓后主动休息一段时间，再重新的进行开仓啊。因为它这个策略逻辑，它就是如果刚刚结束一个周期，那么行情可能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啊，就是如果你立刻又开新仓的话，风险比较高啊，就等待几根 K 线之后，让行情稳定一下，再重新进场啊。好，总算是完事了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里编一下，没有任何的错误和异常啊。我们这里再运行一下，找到我们的刚才写的这个 EA 啊，觉得都不用改啊。好，我们看一下，是一样的啊。好，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对着视频去写一下啊。那么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